1992年11月3日下午4点多，20岁的雪莉·哈丁独自走在俄勒冈波特兰市的街道上。她已经怀孕7个月了。这天气温很低，加上工作了一天的她走起路来显得有些吃力。这时，一辆黑色汽车缓缓停在雪莉身边，司机摇下车窗，面带微笑地问雪莉：“需要帮助吗？”雪莉转过头看了一眼司机，回答说：“我只是下班回家，家离得不太远，不用了，谢谢。”司机依然友善地说：“我看你有些累，真的没关系的。”雪莉见他戴着一副眼镜，看上去温文尔雅，完全不像是坏人，她的心中稍感安心。或许是一天的辛劳，亦或是怀有身孕的缘故，她的脚的确有些肿了。她再次瞟向车内，确认后座上没有其他人，于是决定上了车。坐上车后，雪莉再次表达了谢意，然后告诉司机自己家的大概位置。在行驶过程中，两人简单的聊了几句，但在经过5个街区后，雪莉突然发现车辆的行驶路线发生了变化，司机没有按照之前雪莉说的方向走。与此同时，车门上锁的声音让雪莉的心一沉。当她再次看向司机时，她脸上的笑容已经消失，并且她的右手还拿了一把刀。从她额头流下的汗可以看出，她很紧张。雪莉知道她遇到了麻烦，她不敢大叫，或者说大叫也没有用。可能是司机太紧张了，他在一个十字路口轻微地追尾了前方的车，2个强壮的男子从车上下来。雪莉心中狂喜，2名男子简直是她的救世主。但在没有真正得救前，她还是不敢出声。司机见状，没等2人靠近，便踩下油门夺路而逃。雪莉再次感到绝望。车辆朝着郊外行驶，路上的车越来越少，一辆空车停在路边，这应该是司机事先准备好的。他下车后逼着雪莉一起换到了那辆空车上，然后继续行驶。不知道开了多久，车子已经来到了荒无人烟的地方。雪莉无助地摸着肚子，她觉得自己和腹中的孩子怕是活不过今天了。雪莉开始摸车内的所有东西，这样就能留下自己的指纹。她还尽力地记住可以记住的一切。她这么做的原因是，如果可以逃跑，那记住的线索可以帮助警方找到罪犯，如果不幸被杀害，也可以留下更多他存在过的证据。为了让这一动作不那么明显，雪莉开始向司机示好，她表示出很理解他的处境。雪莉说：“我看得出你是个好人，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什么坎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”司机没有回话，他将车停在一处空地上，接着他用皮带绑住了雪莉的双手，然后在车上多次侵犯了雪莉。但即使这样，雪莉还是告诉他已经发生的事他不会告诉任何人，并希望他可以将他送到上车的地方。司机犹豫了好一会儿，最终答应了。在回去的路上，时间就像被凝固了，雪莉不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直到打开车门的一刻，雪莉才长舒一口气。冰冷的空气打在雪莉的身上，现在她终于可以确定一切都过去了。雪莉用她的机智应对逃过了一劫，但并非所有人都像她一样幸运。雪莉在脱险后没有兑现她的承诺，她第一时间报了警。负责此案的警员名叫戴夫·施莱格尔。雪莉将自己的遭遇告诉了戴夫，他描述了司机的样貌和2辆车的大致情况，但他只依稀记得第2辆车的车牌，还有就是第1辆车曾在路口追尾。雪莉能在噩梦般的过程中保持镇定，给戴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她没有大喊大叫，更没有选择放弃，她是一个坚强的女孩。戴夫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抓到这个恶魔。肇事逃逸是重要的突破口。戴夫根据雪莉对时间和地点的描述，找到了被追尾的车辆。值得庆幸的是，车主记得追尾车辆的车牌。警方调查了2辆车的车牌，第2辆车是失窃车辆，对案情帮助不大，而第1辆车则不是。车主名叫托德·里德，当时26岁，是波特兰本地人。警方很快找到了托德，雪莉一眼就认出了他。破案过程非常顺利，托德因侵犯罪被逮捕。为了减轻罪行，在审判前托德就承认了罪行，最终托德因侵犯罪被判处12年监禁。雪莉幸运地从恶魔手中逃脱，她的儿子在不久后降生。
但原本开朗自信的她，在这件事后性格就发生了改变。她变得沉默寡言，身边的朋友也越来越少，就连她的丈夫也离开了她。雪莉试着忘掉那些痛苦，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她开始吸食违禁品，这能让她暂时忘记不高兴的事，但显然不是个好办法。她还因此失去了工作。没有了收入的雪莉根本无法养活自己和年幼的儿子，所有人都不相信她可以照顾好她自己的孩子。不久后，雪莉失去了对儿子的抚养权，她的至亲骨肉不得不在她母亲还活着的时候被福利机构收养。这对雪莉来说是又一次沉重的打击。雪莉下定决心要戒除恶习，但在接下来的7年里，她总是在康复中心和街道上徘徊，无法彻底戒除违禁品。为了能维持生计，她甚至成为了性工作者。有时她会光着脚在大街上闲逛，彻底成了以前自己最讨厌的人。就在雪莉最低落的时候，她在康复中心里遇到一个女孩，她名叫莉拉·莫勒。莉拉比雪莉小1岁。起初总是莉拉主动找雪莉聊天，性格孤僻的雪莉并不喜欢被人打扰。但日子久了，雪莉感受到莉拉的真诚，她的笑容也很有感染力。作为一个无家可归者，雪莉早已习惯他人的鄙视，而与莉拉交谈可以让雪莉暂时忘记自己身在何处。很快，两人成了最好的朋友。1999年5月，不知何故，雪莉整整2周没有见到莉拉了，莉拉也没有找过她，这是不同寻常的。雪莉隐约感到可能发生了不好的事。5月8日，雪莉终于在新闻节目中见到了莉拉。一个徒步旅行者在森林里发现了2具女性的尸体，受害者被确认是28岁的莉拉·莫勒和26岁的史蒂芬妮·拉塞尔。2具尸体被发现的地方仅相距70米。亚历山大·伊森1981年出生于波特兰，她是个娇小漂亮的女孩，并且有着写作和绘画的天赋。但她性格内向，不善与人交流，在学校里总是被人欺负。伊森在12岁那年开始离家出走，从偶尔的1天2天不回家变成1周2周，最后彻底过起了流浪的生活。作为伊森的母亲，苏珊非常痛苦和困扰。她爱自己的女儿，却无法帮助她走出困境，重返正轨。苏珊也非常担心女儿，因为报纸上时常会报道年轻女孩的不幸遭遇。伊森不会告诉母亲她在哪儿，过得怎么样，只是偶尔会打电话给母亲报个平安，或回家拿点生活必需品。在之后6年的流浪生活中，伊森染上了很多恶习。最让苏珊无法容忍的是，伊森开始吸食违禁品。但无论苏珊怎么说，伊森也听不进去。1999年5月初，苏珊已经很久没有女儿的消息了。偶然间，她看到了一则新闻报道，在森林公园里发现了2名女孩的尸体。这消息让她不寒而栗，因为她的女儿也在同一区域。她立刻出门，心急如焚地寻找女儿。虽然她并不知道该去哪儿找，但她知道必须找到女儿。但苏珊找了整整1晚，还是一无所获。于是他在警局提交了失踪人口报告。6月2日下午，2名警员来到苏珊的家。当时苏珊就心头一紧，她最害怕的事还是发生了。警员告诉她，在郊区的森林公园里发现了伊森的尸体。在警员向她叙述具体情况时，苏珊整个人都是恍惚的，她几乎听不到警员在说什么。在苏珊平静下来后，她向警员要了一份尸检报告以及现场照片的副本。当最担心的事真正发生后，有时反而会觉得不那么真实。但苏珊必须面对现实。伊森是在同一区域内发现的第3个受害者，也是最年轻的一个。案发时他只有18岁。3名受害者都是性工作者，他们都吸食违禁品。3人的死因都是被扼颈而窒息身亡，并且生前都遭受过侵犯。警方在受害人的体内提取到了嫌疑人的 DNA 样本，但由于发现尸体的时间较晚，死亡时间的推定难以做到精确。案发现场有挣扎的痕迹，以及一些可能是嫌疑人丢弃的杂物。警方推测森林公园就是第一案发现场。由于3具尸体的发现地距离相近，凶手的作案手法相似，
警方怀疑可能是同一人所为。后经 DNA 比对证实了这一推测，因此警方将3起案件合并调查，并专门成立了特别调查组。负责调查此案的警员正是戴夫，他知道这些过着边缘生活的弱势群体很容易成为连环杀手的目标，因为很少有人关心他们，即使失踪多日也不会有人发现。戴夫每天晚上就开着车在案发地区巡逻，他认为凶手可能还会作案，因此他必须想办法阻止这一切。虽然发生连环谋杀案的新闻让其他性工作者感到害怕，但生活迫使他们继续在街道上招揽生意。戴夫会仔细观察在女孩身边停下的车，同时他也知道他要找的也是一个猎人，凶手可能会和他一样在远处寻找目标，所以他还会观察附近的车辆。但戴夫连续巡逻好几天也没有任何收获，而且也不是总有女孩站在街边。戴夫意识到必须采取更有效的策略，于是他决定设下一个圈套。他准备找一个年轻的女警，并安排她乔装成站街女充当诱饵。与此同时，戴夫还在康复中心对那些认识3名受害者的人进行询问。然而这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，大多数人不喜欢和警员打交道。直到戴夫在康复中心遇到了雪莉，他们因为7年前的侵犯案而相识。戴夫希望雪莉告诉康复中心的其他人，警方只是想了解3名受害者的情况，并不会在意他们做了什么。雪莉答应会尽力而为，她也将自己对莉拉的了解全部告诉了戴夫。雪莉深切地感受到戴夫与其他人的不同，她真正尊重和同情这些边缘群体，也是雪莉认识的唯一值得信任的人。在雪莉的帮助下，戴夫获得了关于3名受害者的许多信息。另外，他要找的年轻女警也终于找到了，她名叫玛丽。玛丽的外表靓丽，而且在行政部门有多年的工作经验，是非常合适的人选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戴夫安排玛丽充当诱饵，并委派3名便衣警员在附近保护她，而戴夫自己则开车在远处进行观察。起初，玛丽还有些不自在，谁也不想穿着这身衣服在大庭广众之下招摇过市。但很快玛丽就克服了心理因素，她表现得很好，不时会有车辆在她身边停下。事实上，戴夫并不太在意在玛丽身边停车的男子，他更关注的是那些没有停车却一直盯着玛丽的目标，因为猎人喜欢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观察猎物。1999年7月7日，在几天的撒网后，戴夫终于找到了一个行迹极为可疑的人。他开着车停在马路的斜对面，并且长时间地盯着玛丽，却迟迟没有靠近。戴夫感觉他是在确认眼前的猎物，但他应该不会想到自己竟成了戴夫的猎物。戴夫开车靠近这个人，在离目标距离只有4-5米的时候，戴夫放慢了速度，然后转头看向车内。用戴夫的话说，当他看到车内男子的时候，他脖子后面的头发都竖了起来，因为那个人就是7年前戴夫亲手逮捕的托德·里德。这实在是一个惊人的巧合，戴夫不需要查他的犯罪记录就知道他有前科。托德成为了森林连环谋杀案的主要嫌疑人，尽管有些主观，但戴夫还是决定当场扣押托德。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，警方只能扣押托德24小时，而最长的扣押时限48小时通常很难办到。警方的时间很紧迫。戴夫清楚地记得托德被判12年，但事实上他只被关押了2年半就获得了假释的机会。戴夫自己也承认他对此感到生气。托德·里德1967年5月22日出生于波特兰，1992年因侵犯罪被判入狱12年，但在1995年他就获得了假释。之后，托德在波特兰的林内拉果蔬公司找到了工作。所有认识托德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，因为他工作认真负责，看起来谦和友善。在对托德的审问中，托德坚称自己与凶案无关。现在警方需要证据将托德与3起凶案关联起来。他们提取了托德的 DNA 样本，并送往犯罪实验室与犯罪现场提取的嫌疑人的 DNA 样本进行比对。
但比对工作非常漫长，远远超过48小时。警方不得不将托德暂时释放，并24小时盯着他。终于在2周后的7月18日 ，DNA 的比对结果出来了，结果是完全匹配，这使得警方有理由将其逮捕。而经验丰富的戴夫知道，即使 DNA 匹配成功，也未必一定能将托德定罪。戴夫决定将这件事告诉雪莉，他相信雪莉可能对此案的推进有所帮助。当雪莉得知托德只获刑2年半时，感到非常震惊，他觉得这很不公平。作为受害者，他甚至不知道那个曾经侵犯过他的人早已出狱，而且他在7年前脱险后就立刻报了警，这个恶魔一定还记恨他。但雪莉转念一想，她感到自己还是幸运的，至少她现在还活着。雪莉请求戴夫这一次也一定要将托德绳之以法，为他和他的好友莉拉讨回公道。戴夫拿出一张名片递给雪莉，他希望雪莉能打电话给负责此案的女性检察官。他解释说，这类案件对于检察官来说很有挑战，因为被害者的特殊职业，嫌疑人完全可以辩称只是与受害者发生过关系，但没有杀害他们。而雪莉如果能将自己的痛苦经历告诉这位女检察官，事情可能会有所变化。虽然雪莉本不愿意回忆那段经历，但为了莉拉和其他2位受害者，她决定按照戴夫说的做，并将竭尽所能帮助警方将这个恶魔送进监狱。在听取了雪莉的描述以及对案情的分析后，检察官决定指控托德犯有3项1级谋杀罪，并寻求死刑。但这一次托德故技重施，他为了避免死刑，在庭审开始前他便承认了罪行，最终他被判处3个终身监禁，不得假释。在法官宣布判决后，雪莉朗读了一份声明，讲述了她的不幸遭遇，以及自那次事件后她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。她几乎失去了一切，而只有恐惧是一无所有的她唯一没有失去的东西。在宣读过程中，托德一直注视着雪莉。苏珊作为受害者家属，也在法庭上宣读了受害者陈述。他对失去心爱的女儿感到无比痛心，同时对雪莉的勇气表示钦佩，因为雪莉的挺身而出在此案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做完陈述后，苏珊看向托德的方向，她看到托德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。庭审结束后，苏珊为女儿举办了追悼会。令她意想不到的是，当天有数百人前来悼念，这些人中很多在平时看来都不像是好孩子，他们穿着有些古怪，然而苏珊感受到了他们真诚的爱意。她从来不知道女儿有这么多的朋友，尽管他们可能属于边缘人群，但他们所流露出的真情实感是无法伪装的。苏珊在看到这一切后，彻底对女儿有了改观。她意识到女儿在她不知道的世界中有着许多真挚的友谊。在托德被定罪后，警方怀疑托德还可能与另外2起凶案有关。1987年7月3日，15岁的女孩詹妮弗·齐尔在格雷沙姆酒店公寓失踪。詹妮弗最后一次出现是和托德的前女友盖尔·贝内特在一起。15天后，詹妮弗的尸体在波特兰东南部的灌木丛里被发现。8月3日，12岁的女孩明迪·托马斯同样在格雷沙姆失踪，她最后一次出现也和贝内特在一起。同年10月，明迪的尸体在胡德山社区被发现，2名受害者的死因均为窒息。但由于证据不足，托德没有因这2起凶案而被指控。在一切尘埃落定后，雪莉最终彻底戒除了违禁品。不久后，她和一名男子结婚，过上了正常的生活。如今，戴夫已经退休超过10年了。他在从警生涯中虽竭尽所能，但依然留下了很多遗憾。在2起案件后，戴夫和雪莉成为了很好的朋友。雪莉的第2次婚姻还邀请了戴夫，直到现在，他和雪莉依然保持着通信，而雪莉也时常会去森林公园看望昔日的好友。